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来聊一个大家应该都很有感的状况哦。你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事是不是就拿起手机滑开新闻？然后看到的通常是什么？战争、灾难、经济衰退、社会对立，是不是瞬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糟了，心情都跟着不好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放心，你不是一个人。但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被这些负面消息给淹没？这真的是世界的全貌吗？还是另有原因呢？危机、灾难、衰退、末日，这些字眼是不是超级熟悉？媒体每天塞给我们的，好像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真的不夸张。你随便打开任何一个新闻 APP， 大概不用3分钟，你就能收集到一套完整的世界毁灭懒人包。这其实不是什么偶然，而是媒体跟我们的大脑之间一场长达数万年的完美合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在我们大脑深处有一个很古老的结构，叫做杏仁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24小时全眠无休、超级敏感的危险侦测器，或者是你脑袋里的古早人保全系统。从我们祖先还在非洲大草原上整天要注意有没有狮子老虎的时代开始，这个杏仁核就只有一个 KPI， 不断扫描环境中任何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资讯。所以你想想，对生存来说，是好消息重要还是坏消息重要？当然是坏消息，对吧？因为你错过一个哪里有甜美果实的好消息，顶多就只是少吃一顿，饿肚子而已。但你万一错过一个那边草丛有东西在动的坏消息，你可能就变成别人的晚餐了。这个为了生存而生的机制，就这样根深蒂固地留在了我们现代人的大脑里。而媒体的经营者呢，说他们是全世界最懂人性的心理学大师，真的一点都没错。他们非常清楚，我们大脑有这个偏爱坏消息的弱点。所以新闻界有一句流传已久的金句，叫做 "If it bleeds, it leads"， 翻成中文意思就是只要见血就是头条。这句话讲得非常直白，甚至有点残酷，但也非常真实。因为那些负面、耸动会引发我们恐惧和焦虑的新闻，最能抓住我们的眼球，点击率最高，收视率也最高。这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其实是一个被精心筛选过的、充满负面讯息的世界观。OK， 所以我们每天都被大脑里的杏仁核跟外在的媒体联手轰炸，也难怪会觉得这个世界快完蛋了啦。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只是个错觉呢？如果我告诉你，客观数据显示，我们其实正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足、最和平、最长寿的时代呢？接下来，我们就用几个扎实的数据来打脸一下我们脑中根深蒂固的悲观小剧场。第一个数据就非常惊人，在过去这100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了1倍以上。对，你没听错，是1倍，这真的超扯的诶。你想想看哦，100年前大概就是我们曾祖父母的年代，当时的人能活到40岁可能就要偷笑了。但现在呢，活到80岁、90岁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不是什么小小的进步诶，这对人类来说是整个生活品质的巨大跳跃啊。再来看看钱，同样是在过去100年，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的因素全部算进去，全球每个人的人均收入成长了整整3倍耶，3倍耶，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绝大多数的人都拥有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强的购买力，能够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的欲望也跟着一起膨胀了，想要的东西变得更多、更贵了。这个数据我觉得是所有数据里面最温暖的。儿童的死亡率在过去100年里降低了10倍，这代表有数以亿计的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不用再因为一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疾病，像是腹泻或细菌感染，就轻易的夭折。每一个数字的下降，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可以免于心碎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我们赚得更多，活得更久，我们生活的基本开销其实也变得越来越便宜。从食物、电力、交通到通讯，这些东西的真实成本是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这边说的真实成本不是说价格本身，而是指这些东西占了你收入多少比例。
你想想，以前的人可能要工作一整天才能买得起一顿像样的饭，但现在可能只要工作半小时就够了。这才是真正的进步。我们甚至连贫穷的定律都彻底改变了。你看这张投影片，这是在今天的美国被定义为贫穷线以下的人，他们家里通常拥有的东西：有电、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有冰箱、有电视、有手机，甚至很多人还有冷气跟汽车。老实说，这些东西在100多年前是当时地球上最有钱的帝王，那些富可敌国的国王、皇帝做梦都想不到的奢侈品，但现在却成为了贫穷的标配。这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件事？好，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哇，这些进步真的很夸张。那重点来了，到底是什么在驱动这一切的进步？这背后的底层作业系统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科技，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慢慢爬升的线性成长科技，而是指数型成长的科技。讲到指数型科技，我们就不能不提它的基础，也就是摩尔定律。这不是一个物理定律，而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产业观察。半导体界的传奇人物高等摩尔发现，晶片上可以塞进去的电晶体数量，大概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1倍。这代表什么？我用个更白话的比喻，这就像是你每2年可以用同样的钱买到一台性能加倍的电脑，或是用一半的钱买到跟现在一样性能的电脑。这种好事在其他产业，像是汽车或房地产，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口袋里这只手机，它的运算能力比几十年前整个 NASA 送太空人上月球时所有电脑加起来都还要强。而且摩尔定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正回馈的循环，根本是开外挂。你看哦，我们用更快的电脑去设计出更快的电脑，然后再用这个更快的电脑去设计出快到不行的电脑。这个进步的速度本身还在不断的加速。所以你看这个图，就算是用了对数坐标，这条线还是往上翘的。这个趋势它不会因为经济衰退，不会因为战争，也不会因为疫情而停下来，它就是一个 unstoppable 的力量。在这个强大的定律之上，诞生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科技，像是云端运算，基本上给了我们用不完的电脑算力，还有无所不在的感测器跟网络，把整个物理世界都数位化了。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人，可以把设计图直接变成实体物品的 3D 列印，还有合成生物学、人工智慧等等。这些科技每一个都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享受着摩尔定律带来的指数级红利，然后再回过头来加速这个巨人长得更高。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这些科技不是自己玩自己的，它们组合起来正在解决人类最古老、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稀缺性。过去我们的经济学基本上就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分配的学问，但科技告诉我们，所谓的稀缺，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技术不够，没有办法取得它而已。科技就是一个解放资源的力量。我们来看几个实际的案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铝。在19世纪中期，铝是比黄金跟白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有个很有趣的故事。他宴请暹罗国王的时候，他自己跟大臣们用的都是金饰的餐具，但他给最尊贵的客人用的却是铝制的餐具。这在当时是最高荣誉的象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技术很难从铝矿中提炼出纯铝。但后来电解法出现了，彻底改变游戏规则，让铝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用铝箔纸包烤鸡，用完就丢，眼睛都不眨一下。这就是科技战胜稀缺的经典案例。我们再把同样的逻辑套用到能源上。我们常常听到能源危机，说石油快用完了，但这其实是一个稀缺迷思。真相是，我们的地球每分每秒都沐浴在巨大的能量之中。光是太阳照射到地球的能量，就比全人类1年消耗的总能量还要多出5000倍。5000倍耶，这是什么概念？所以能源从来都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我们取得这些干净能源的技术。而现在，太阳能技术的成本正在指数级的下降，让干净的能源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好，我们再来谈谈水资源。很多人会说，地球上淡水很少，未来大家会为了抢水而爆发战争。你看这张图，地球的水 97.5% 是海水，我们人类争来抢去的，其实就只有那少得可怜的 0.5% 的淡水。
但我们人类真的很有趣，明明住在一个蓝色水球上，地表70%都是水，结果每天都在担心没水喝，对吧？所以问题的本质跟能源一样，不是稀缺，而是进化的技术。现在已经有向发明家迪恩·卡门开发的一台叫做弹弓的黑科技净水器，它大概只有一个大学宿舍小冰箱那么大，但每天可以从任何水源，不管是海水、脏水，甚至是尿液，制造出1000公升的干净饮用水，而且每公升的成本不到台币1块钱，比你去超商买瓶装水便宜几十倍。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种从稀缺到丰盛的转变，在资讯领域可以说是最戏剧化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概25年前，美国总统雷根如果要用行动通讯，需要动用整个国家级的资源，旁边可能还要跟着一台大卡车。但今天，一个在肯大草原上的马赛族战士，只要他手上有一只最基本的功能型手机，他拥有的行动通讯能力就已经超越了当年的美国总统。如果他拿的是智慧型手机，可以上网用 Google， 那他能取得的资讯量更是超过了15年前的克林顿总统。这真的是非常疯狂的转变。科技把过去昂贵、稀有的东西，像是 GPS、高画质相机，甚至医疗诊断科技，全部去物质化、去货币化，然后塞进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这真的很酷。但这一切都还不是最关键的，真正能引爆丰盛未来的终极引擎，其实是人。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在2010年，全世界大概有20亿的网络使用者。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成长到将近50亿。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有30亿个新的大脑，第一次连上了网络，第一次加入了全球的对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停下来想一下，30亿到底是多少人？这等于是又一个中国加上一个印度的人口，在短短10年内全部连上了网络。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连接。这30亿个新大脑会带来什么？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创造力，会为这个世界注入什么样的能量？这绝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活水。这些过去被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人，现在透过网络，他们可以透过像可汗学院这样的平台，接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他们可以用手机上的医疗 App 获得基础的健康照护。他们甚至可以透过3D 列印跟云端运算，成为生产者跟发明家。就像《富足》这本书的作者彼得·戴曼蒂斯说的，由热情驱动、目标明确的小团队，现在有能力做出过去只有大企业或政府才能办到的非凡之事。我想用一个超酷的故事来证明这点。华盛顿大学开发了一款叫做 Foldit 的线上游戏，这是一个让玩家帮忙解析蛋白质结构的游戏，对医学研究非常重要。过去这都是超级电脑在做的工作，结果他们发现全世界玩得最好的玩家不是什么麻省理工的教授，也不是加州理工的高材生。她是谁？她是一位住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女士，白天的工作是在一个复健中心担任行政助理。她利用下班的空闲时间玩这个游戏，结果竟然解决了一个困扰科学家10几年的蛋白质结构难题。一个行政助理成为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这就是群众智慧的力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才跟潜力是平均分布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但机会不是。而网络跟指数型科技正在做的，就是把机会带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悲观是我们大脑的预设模式，看见问题是我们的本能，但培养一个丰盛的心态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的本事。当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当我们有31个新伙伴加入我们是选择继续聚焦在媒体喂给我们的问题上，还是开始去寻找解决方案跟机会？看见问题是本能，看见机会是本事。你选择看见什么？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大脑跟媒体如何联手让我们感到悲观开始，接着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世界其实在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前进。然后我们拆解了背后的驱动力，也就是摩尔定律跟指数型科技。我们也看到科技如何透过解放资源战胜了铝、能源、水和资讯的稀缺性。
最后也是最让人兴奋的，是未来10年最大的机会，30亿个新大脑的加入将会彻底引爆全球的创新跟成长。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